欢迎各位收看这部影片，我是 Noga。别忘了看过影片后要去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和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咯。在先前所发布的影片中，我已经有购买一把 W178C 手枪作为副武器。这次则入手了 WM4RS GBB 作为我的主武器了。我喜欢 M4 系列，而且是长枪管配鱼骨的外形。如果鱼骨太长也不行，不然感觉比例失衡，反而不是很合我的胃口。这把 WM4RS 虽然符合我要的感觉，不过可惜的是，我觉得它的鱼骨短了一点，且中间的鱼骨没有和上枪身连接在一起。我想我在一开始就挑错东西了。当这一箱送到我家时，除了好长之外，我想不到任何形容词了。这把 M4 的外箱做得非常简朴，单纯的纸箱色，在正面的右下角贴上了2张贴纸，注明是 WM4 的 RS 版本，同时还有7颜色。盒装的右侧则标注产品的详细资料，还有警告事项。外盒的其他位置就没有任何东西了，非常的简朴。想要打开这个外盒，就必须先从侧面拉开，才能顺利往上打开。这与 W178C 的外盒设计是一样的，也许所有枪的外盒都很雷同吧。打开外盒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大片的透明塑胶袋。这个塑胶袋是套住 M4 用的，只不过我很懒，都没套进去。接下来还有一份说明书。说明书一样是中英文合版，所以不用怕外国人买来看不懂。接下来是本体兼弹匣，侧面还贴了一张让人出戏的贴纸，主要是说明这是空气枪而非真枪。把枪支给拿起来之后，还会发现附有一个大扳手、6角扳手和一个黑色长条物。大扳手是用来拆枪托杆跟枪管的芯状环，6角扳手则是用来调整 Hub Up， 那它非常的细。黑色长条物其实是15发 BB 弹的填弹器。实际使用过后不算难用，但是因为填弹量少又不方便，我推荐购买其他牌的填弹器。以上就是这一盒的所有内容物了。我们先把弹匣拔下来看一看它的外观吧。弹匣外观是金属制品，摸起来凉凉的，不过上头的黑色漆非常容易掉，只要手用力去磨就能造成黑漆掉落，真的很掉漆。特别是常跟枪身摩擦的部分已经磨得白白白。刚拿到这把枪时弄了手上各种黑色斑点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弹匣的上方是填弹嘴，装填数是30发，非常建议使用填弹器去进行装填。像我手上这个是 W1 的神龙填弹器，不然这个一颗一颗装太累了。另外是装填时的角度必须调整好，不然容易卡住而无法按压。特别是芯片比较硬，刚开始进行装填肯定不会很顺利，用久了就没问题。在填弹嘴后侧的则是具有弧度的出气口，会与飞机座底部的进气口密合。出气时就能射出 BB 弹，并将枪机后推，完成一次枪机附近动作。这个柔软的橡胶皮，可别拿会吃橡胶的油去涂它，到时可是会漏气的。位于更后方的位置的则是后定片，当没有 BB 弹时就会顶起来，并借此顶起枪机卡损，让枪机能够在没有子弹时自动后定。位于弹匣后方的只有一个出气阀，敲击之后让瓦斯能够顺利从出气口喷出，是个非常重要的零件之一。击锤联动撞针所敲到的位置就是这里。弹匣底部有一个瓦斯进气口，而进气口的位置平时会有一块铁片隔开，这只要稍微用手指勾起来就能够拉出。这里也是拆装弹匣金属外壳的位置，有兴趣的可以学习如何拆装。进气口也是相当重要的零件，一旦漏气就很麻烦，但只要会保养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在弹匣的左侧会看到一个小开口，这是让枪身能够卡住弹匣的重要位置。如果变形或怎么样的，小心弹匣会难以卡住而自由落体哦。到这边弹匣就介绍完毕了，我们来看看枪身的部分吧。我们先从大部外观看起，这是枪身的左侧，接着是枪身的右侧。我个人认为有鱼骨的枪非常好看，不过当看到鱼骨连接处才发现这还真够大个，瞬间觉得它的美感消失了，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。鱼骨的好处很多，它能装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上去，虽然我现在还没买任何配件。枪托也是我很重视的点。N16系列的固定枪托我个人认为不好看，也担心固定长度的枪托不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。而这种可动枪托的外观很对我的胃口，又能够调整自己喜欢的长度，相当感谢前人的开发啊。我们就从枪托处看起，可动枪托部是塑胶制品，外观触感相当平滑，侧面有条状孔的设计，我想应该没什么特别的用处。中间则有穿了一个洞的位置，这是用来绑枪背带的地方，不过也要看是哪一种枪背带而定。在稍微下方的位置则有一个特别的卡榫，这是伸缩枪托用，
具有可调整长度的功能。调整时只需要按住这个卡榫让螺丝升起，就能够自由调整到特定位置。当然，也可以把枪托给拆下来，抓住这个地方把螺丝拉起，直到可以把枪托往外拉即可。成功拆下来会是这样子，想装回来也是一样的操作，稍稍用点力即可。当看到最下方时，这里有一个金属扣环，同样也是给枪背带使用的。例如我手中这一条是金属扣具，把它卡进去就行咯。顺带提一下，这是2.4枪背带。枪托底板有特别设计防滑功能，一个一个尖尖突出的样式，手摸起来是刺刺的感觉，有点像在按摩一般。但这当然不适合用来按摩了。我们还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像是药片的东西，这是锁下方金属扣具的螺丝。枪托长度一共可以调整5个位置，不过当你选好长度后，大概只有缩到最短与常用位置会用得上而已。首先是缩到最短的第1个位置，接下来是稍微后退一点点的第2个位置，再来会是稍有距离的第3个位置，然后第4个位置，第5个位置。以我个人来说，我偏好使用第4与第5个位置，举枪顶尖时感觉施力点比较好。枪托杆应该是金属或者合金制品，但它似乎很容易掉漆，上头应该只是淡淡的涂了一层漆料，使用时不要太暴力的去磨它，不然伤痕会很明显。在连接枪身的部分只有一个枪托环，这边还有一环圈圈，想拆下来就要使用大扳手，这工具会附在盒子内，扳手内侧有个凸点，拆卸时以左松右紧的概念操作，对准圆环的凹槽来转动就能松动它并拆卸下来。但是这个动作请在把枪托内的枪机附近环给拿出来后再做，否则可能一拆就连附近环一起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枪身部，从左侧开始看起。从上头来说，这是它的枪机拉柄，顶部、右侧，这只要拉到底就能够把枪机后送。右侧的抛壳口防尘盖也会因为这个动作而弹开，就是这一片东西。如果弹匣插上，但是没有 BB 弹，就会形成后定。现在是枪机还没后定的状态。接下来拉一次拉柄，将枪机往后送，这就可以轻易看到膛室内部的状况。那黑色的部分是飞机座，因为枪机内部公差问题而卡住。解决方案会在日后拍片分享。接着看回来左侧，中央的部分有一个称作枪机释放钮的金属零件，常常都会听人称它做网球拍。刚才我们已经在没 BB 弹的情况下拉拉柄，这个枪机释放钮就会弹起来，让枪机后定。只要按压它，就会解除后定，让枪机向前附近。但是这个动作容易造成枪机释放钮内侧以及枪机本身的磨损，请尽可能的使用拉柄来解除后定。这边来示范一次。当弹匣已经装上，而枪机已经后定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这样操作来解除后定。首先一手将拉柄拉至底端，接着一手按住枪机释放钮，最后将拉柄向前送，这样就能减少枪机释放钮的磨损，来延长它的寿命了。在接近握把的部分会有一个射旋钮，这个射旋钮只有在上膛，也就是枪支的击髓扣住之后才可以自由选择。如果击髓没有被扣住，那这个射旋钮就会像这样卡在单发模式，无法转向保险或连发模式。接下来是扳机，扳机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扣引的动作来进行射击，简单又暴力。只不过扳机的扩发行程很短，请随时注意枪支内是否仍有 BB 弹。握把是塑胶制品，左右侧都有设计防滑面，后侧也有长条状的防滑设计。个人来说，右侧因为是手掌接触面，那个防滑粗粗的表面感受会特别明显。虎口处就觉得还好，如果这个握把不喜欢，也可以拆卸并装上自己喜欢的。拆卸非常简单，在握把的底部有一颗螺丝，需要一个大的十字螺丝起子来转动，这样就能顺利拆卸了。但是拆卸时，请注意握把的缝隙会有小零件掉出。详细的枪支拆装过程会在日后拍影片分享哦。接着我们看到枪身的右侧后方有一个按钮，这称作枪机助进器，是作为手动将枪机往前推的一个装置。不过在玩具枪的世界中，这个主要是装饰作用。在这把 M4 上，虽然有为枪机助进器挖出洞，但是枪机卡住的情况很少，我也很难给各位看实际的用途。在前方的这个是抛壳口防尘盖，如同先前的操作，只要把拉柄往后拉，就会让这片防尘盖弹出。
其功能就是防止灰尘轻易进入膛室。一般而言，在不使用枪械的情况下，都要记得把它盖起来，只要稍微施点力就能盖起来。如果它盖不起来，要检查看看是否有零件或公差的问题存在。在下方有一个椭圆形按钮，这个是弹匣释放钮，按一下只要没有阻力就能让弹匣顺利掉落。当然记得一只手要去接，这个瓦斯弹匣并不耐撞。从另外一侧也可以看到弹匣释放钮的运作哦。不过在新品的情况下，弹匣释放钮会不太好按，刚拿到手时多多操个几次吧。装卸弹匣的时候，在枪机没有后定的情况下，建议一手将弹匣往上推，才按弹匣释放钮，这样可以减少里头组件的摩擦，弹匣释放钮也会比较容易按下并取出弹匣。而在装上弹匣时，请务必用力装上，不要用半吊子的力气去装，否则有高几率会听到咔嚓的声音，但是弹匣并没有扣住卡榫。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弹匣可以轻易的用手拉出来。如果你不希望弹匣自由落体的话，最好让身体去记住这个动作。如果是枪机已经后定的情况下，只要轻轻扣上即可。两者的差异，当各位拥有这把枪时，随时可以去感受。不论如何，一定要让弹匣扣上就对了。这里有个一定要额外介绍的东西，是它的 Hop Up。这一把枪其实很不好调整 Hop Up， 在我们将上枪身分解后，它的膛式枪管处上方会有一个缺口，这就是它的 Hop Up 调整位置。松紧调整跟螺丝一样是左松右紧，非常好记。在不拆卸枪管的情况下，它所附的六角扳手真的非常难用。若想要不拆就能好好调整的话，解决方案是去购买额外的工具，原则上几百块是不贵。我看国外也是有人自制工具，就看各位自己的能力了。接下来是它的瞄具介绍。这一款本身配备的是有提把的机械瞄具，它是透过这两颗大螺丝以及侧面这片铁片，借此能够锁在上枪身轨道。机械瞄具依规格的不同，可能会分成罩门或粘孔。这一个是粘孔设计，它的粘孔有分为短距离用的粘孔，还有精准射击用粘孔。在粘孔下方有射程选择钮，是一个横向的圆形旋钮。若有归零过，则可以针对目标距离进行调整。不过在生存游戏中，这主要是摆好看的。在右侧则有风偏调整钮，不过我觉得称作偏移调整钮比较准确点。它担当的是左右偏移的调整，落弹点偏左或偏右时，只要调整它即可。默背口诀是打左调右，打右调左。最后一个是准心，准心会在枪口的位置。虽然它不是提把上的东西，但我们就一并介绍吧。这边是一根铁柱的样式，瞄准时要透过粘孔内让眼睛、准心和目标成一直线，同时准心铁柱的最上方要位在粘孔的正中央，这样才能够打得直哦。在前方的鱼骨部分，上下左右皆有鱼骨可用，基本上不愁没有地方装额外配件。不觉得鱼骨实在是很帅吗？这个鱼骨在不使用任何工具下，只能拆除下鱼骨。只要将靠近枪身的黑色塑胶圈往下压，下鱼骨就会松动并可以取出来。装上去也是一样的轻松，前方卡进去后再套进塑胶圈即可。上鱼骨若想要拆卸，会需要一个六角扳手。拆与装如同下鱼骨一样，进行时上方有一个螺丝需要先取下来，不过可能会有划伤外枪管的问题，未来的拆装影片再来和各位说明。这一个部分是三角准心座，上头最明显的配件是准心，下方则有刺刀座，不过我没用过它。后面还有一个金属扣环，这也是枪背带用的扣环。不过枪背带有分种类，是否有需要扣在这边或是枪托上，只要看你选择的枪背带习惯和配件而定哦。最后的部分是枪口处，这个枪管可以把它转下来。事实上，它就是一个延长外管，用来遮住里头的内管。拆卸时要以顺时针转，转下来后就是一个短短的管状物。防火帽也是可以转下来的，拆卸方向一样是顺时针转。这螺牙其实蛮长的，所以有点难转。转下来后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防火帽与枪管螺牙的连接处有个银色铁环，当中还有一个欧环，这都是可以拔下来的，但请别弄掉它们了。全枪就这样子介绍完毕，我们来进入大部分解吧。大部分解会拆开来的地方其实也不多，让我们轻松看下去吧。首先要准备两个硬物，在这边我使用的是螺丝起子。如果你不希望有痕迹的话，建议使用平底的硬物，否则会像我的 M4 一样各种坑洞。那我们正式开始。一开始需要将枪身的插销给打开，一个会在枪身后侧，一个在枪身前侧。
将这2个插销从枪身的左侧敲击，这时上下枪身就会有分离现象。进行这个动作，请务必在一个平面，或者是你认为不会因此掉落的位置操作。下枪身已经不再需要进行分解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一旁就好。拿起上枪身的部分，建议先行倒置，以避免等一下抽出时掉落。摆好后，就将拉柄拉出来，并拉到一半后停止。这时候要先把枪机给拿出来，放到一旁之后，接着再把拉柄给拿出来。拉柄取出时有一个特别的孔卡着，会需要一点小技巧来拉出。将手上的东西全部放好后，大部分解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接着就进行组装吧。首先拿起上枪身并把它倒置，接着拿起拉柄，在这长条的直线有个小耳朵存在，这就是要对准上枪身内的孔的部分。将拉柄塞进枪身时稍微寻找一下，确认塞进去时就稍微往内推一点，接着拿起枪基部就往枪身内塞，这样子就可以让它组合完毕。最后拿起下枪身并与上枪身组合起来，接着把枪身插销给压进去之后就组装完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接下来就是测试的时间了，我一样会用自家室内靶场来测试5公尺和8公尺的距离。测试靶一样是日历纸，上头会有2个直径10公分的圆，再配上一个直径2公分的小圆哦。那这次会准备两张靶纸，第一组用来打5和8公尺的单发，第二组用来打5和8公尺的连发。由于这把枪要调成 Hop Up 非常不方便，所以就不做 Hop Up 的松紧测试了。那使用的瓦斯是12 kg 含稀有的恐龙瓦斯哦。BB 弹则是 BLS 的 0.3公克一般塑胶弹。BB 弹并没有进行筛选过，直接搭配原厂枪支射击。那我们就来去把靶子装上去吧。好了，那我已经把靶子给装上去了。那 BB 弹跟瓦斯我也都已经装好了。那我们就先从5公尺开始试射，接下来再到8公尺哦。我们就立刻开始吧。好，那20发打完了，第20发似乎是瓦斯不够，所以没有打出去啊。那我们就先去取下我们的靶子吧。好了，我希望是看得清楚的。那首先是上面的，上面是我打5公尺的。那我基本上瞄准的时候也一样，都是瞄中间那个地方啊。我没有因为过近，所以就稍微调整我的准心的位置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因为距离太近了，我规定是归在8公尺啊，所以距离近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就会稍微偏下。那跟预期的一样，就是都打在这个下面。那是打了几发不太确定，我那边有录影像，到时候再搭配那个画面来看，会比较清楚一点。那下面的部分是8公尺的，其实我的眼睛有点起雾了，这有点瞄得不太准。那我可以看得到它主要弹道还是偏左边啊。那这边1、2、3发，
那比较好的是没有拖把，算是不错了。好，那么就接下来就是来进行测试全自动。全自动的话，大概会一口气就是敲个30发，那一样是测试5公尺跟8公尺啊。我们就立刻赶快去把把子给装上去吧。好了，把子已经装上去了。那弹夹的话，我来稍微换一下。那这个已经装满了 BB 弹了，还有瓦斯。上膛 OK 了，那我们就把它转到全自动。那其实这个动作是有点危险了。好，那么就是从5公尺，然后再测试8公尺啊。我们就开始射击吧，全自动啊。这有点糟糕啊，那瓦斯没有灌好。然后大概打了20几发的时候，瓦斯都没了。那2排弹夹都一样。那也没关系啊，我们一样是去看看到底实际的状况怎么样。所以我从这个距离看，我看那个准度真的是非常糟糕啊。来去取那个把子吧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来，上面是我们的5公尺，然后下面是8公尺。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太出来到底哪个是哪一个靶的。那所有的子弹我通常往左上角飘，不然就往左侧飘。也有可能是跟射手关系蛮大的，我可能没有把它压得很好。只是说，在那种后坐力的情况下，其实蛮难压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5公尺，5公尺有近的，这只有3发而已，1、2、3，然后离圆心还有一点点距离啊。那下方8公尺的部分倒是蛮多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眼睛看起来是有8发，20几发里面中8发。这个全自动的准度真的是非常的。不是很好啊，还是建议就是打单发，那个准度差很多。以上就是完整的开枪过程，希望各位都了解这把枪的外观与实际状况。那当然，这边还是要提到购买这把枪后所遇到的问题，这也是我最痛恨的部分了。我拿到手7天内就已经有问题，举帆后定不确实，单发变连发，各种公超问题以及枪内没上油。基于某些理由，我已经将该店家列入拒绝往来户，细节我就不做说明。如果你有追踪我的粉丝专页，相信你会知道我对这把枪列出多少个问题，而这里将会一一做说明。我觉得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想下手的人不敢买，所以请斟酌观看。首先，问题前后一共有17个，就是我购买后1个月内几乎2天就爆出一个问题出来，这简直让我崩溃。第一个问题，随枪附赠的弹匣漏气。这个问题是我在贴到耳朵去听，而且要在近乎安静的场所才听得到。它的漏气现象很不明显，会发出类似像是泡泡的细微声音，这声音很难形容。经过多次的检查之后，我发现漏气声是来自出气阀。虽然那个声音很小，甚至是弹匣底部也听得到，但可以经由声音的大小来判断。由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完毕，所以我直接说明解决方式。
我的解决方式是把弹匣灌一些瓦斯，然后放置大约1天的时间即可。现在我已经听不到它有漏气的声音。之所以能够这样修正，我的观点是因为在我购买这把枪以前，它可能长期在仓库中放置 play， 因此弹匣内一直没有瓦斯的情况下，气阀内欧环的形状变形，因而堵不住气阀的缺口。但经过灌瓦斯来长期给予压力后，欧环会因此变形，借此转变成气阀的形状，解决了漏气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单发变连发，其原因是脊髓、扳机与丝牙无法扣住彼此，导致出现短暂或者连续击发的现象。当坏到极致时，就会连发到瓦斯用尽，你甚至可能拉枪机附近就直接开枪了。这是所有枪支都会出现的问题。唯一的不同是，别人至少还能扫完好几排弹匣，我是装上去扫大概3排就连发了。而且问题严重到我无法拍开箱，我才因此拖这么久来拍开箱影片。最后我找到了修理方案，让它可以继续正常运作。不过我不是替换新零件，而是打磨旧零件。至于我是如何打磨的，会在之后的影片进行详细介绍。还请多多关注哦。第三个问题 ，BB 弹会从枪口滑出来，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我自己也觉得很莫名其妙。这个问题的噪音是 HUP 过松，所以上弹后只要枪口朝下 ，BB 弹就会自己滚出来。解决方式很简单，只要把 HUP 调紧一点即可。我这把枪应该一开始就是放最松，算是个小问题。第四个问题，后定有时不确实，为何说是有时呢？因为它偶尔会正常运作。但问题发生频率相当高。后定问题可以追究到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枪机后定卡损，也就是在枪身左侧的网球拍状的物体，因为设计问题导致它无法正常卡住枪机。第二个部分是弹匣上的后定片，后定片会在 BB 弹打完时顶起，接着去顶到枪机后定卡损，让枪机后定卡损能够卡住枪机部，但因为各种误差造成枪机不会被卡住，成了人人都痛恨的问题。后续会拍摄影片来告诉各位该如何修正及改善，请随时关注我的动态哦。第5个问题，瓦斯足够却发生不上弹，且脊髓没有被扣住，这个是非常稀有的个案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我也只有遇到1次而已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拆开枪身检查，结果发现除了拉柄内是有上重油以外，枪身内部包含枪机都没有被上油，等于说我一开始的试射是在它非常干涩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现在想想，它没有因此膛炸开来，算是幸运的。解决方案的话，由于这个问题只发生1次，所以我也没办法验证。但是如果你发现枪身内部过干，上汽油就对了。第6个问题，飞机座无法顺畅移动。其实这跟第5个问题有些关联性。飞机座的运作会像卡住一般，枪机拉动之后，它没有跟着枪机后退，而是卡住，或者在我枪机拉到很后面时才后退。这个问题会让 BB 弹没办法正常上弹。解决方案是打磨枪机内部，但是这个属于精细作业。未来发布相关影片时，希望自己有办法解释清楚打磨过程。第7个问题，军用弹匣插上后会晃动，这算是所有军用弹匣都会出现的问题。至少我拥有的3个军用弹匣全部都会晃。解决方案倒是没看到人提供，但是国外有人是透过贴胶带来增厚外壁，借此达到固定的效果。这个方式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之后会来拍部关于贴胶带的影片。第8个问题，枪托没有与枪身对齐。其实我不确定枪托是否应该要是正的，但是以我个人来说，我希望它是直的。由于我现在已经修正好了，所以无法给各位看过。但当时枪托的角度确实有微微的向右偏个几度角，这个我不是很能接受。解决方案是拿出附赠的大型扳手将枪托环松开，并把枪托杆的角度校正后锁紧即可。由于在锁紧枪托环时会造成枪托杆角度偏移，要固定时务必小心确认角度哦。第9个问题，提把或上枪身轨道有公差问题而无法装正。这个提把在装上上枪身轨道时，它会向右侧倾斜，所以罩门也就歪斜一边。这人可以透过归零来校正偏移，但是因为它不是正的，心里就是有很严重的疙瘩。如果有观众遇到一样的问题，请在留言中提点并告诉我你的解决方式哦。我非常需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。第10个问题，战术鱼骨护木歪斜。护木的歪斜程度其实并不大，甚至很难观察出它有歪斜情况，但它确实有往右侧歪斜的问题。我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。如果有观众遇到一样的问题，请在留言中提点并告诉我你的解决方式哦。第11个问题，精准设计用的粘孔中有未磨掉的部分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问题。
这个小粘孔的圆圈内并没有被处理干净，可以看到粘孔内侧的右上角和左下角有未处理的部分。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拿个细一点的东西，应该就能够处理掉了。第12个问题，上下枪身无法密合，以及枪身插销无法插入。当你对枪支的状况完全不理解时，蛮容易搞出奇怪的问题出来。此问题一般属于人为造成的。噪音是枪托杆，这把 M4 的枪托杆可以旋转进来，并直接贴在副镜簧顶杆上。然而，这会造成上下枪身无法密合的问题。不清楚这种螺牙是这把枪的特有设计，还是所有枪支都是这么设计的。当出现这个问题时，先把枪托杆转松，务必记得不要贴紧副镜簧顶杆。第13个问题，弹匣中有 BB 弹，但是却后定了。我强烈怀疑这与第4个问题后定不确实有关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我也只有遇到一次。当他后定并看着退壳口中的弹匣还有 BB 弹时，我真的傻眼到了极点。相信第4点问题解决后，这个稀有问题也会一并解决。第14个问题，射击后扳机不会回弹。正常来说，射击后只要枪机附近成功，扳机一定会顶起成为待发状态。但是我所遭遇到的问题是，扳机并没有正常回弹。遇到这个状况时，可以用手指把扳机顶起，这样就能够扣扳机发射下一发。虽然已经有拆卸过扳机组好几次，但是弹簧运作看起来很正常，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解决方案。如果有观众遇到这个问题，欢迎提点并分享你的解决方法哦。第15个问题，枪机后拉并轻轻放开到退壳口一半的位置，枪机会卡住不动。此问题属于人为造成。噪音是副镜簧顶杆，这个顶杆是可以拆装的，只需要拿着一字起子对准顶杆螺丝就能转松或转紧。但是这顶杆似乎一开始就没有转紧，结果在不断的射击还有旋转副镜簧的无聊动作下，顶杆因此升高非常多，而这顶杆就会卡到枪机下方，造成枪机卡住的问题。由于问题找了非常之久，枪机也因此磨损严重，这就是为了找出问题点所付出的代价。照理说，凹槽中的颜色跟枪机同色，但现在都磨白了。第16个问题，防尘盖有时盖不上。这把枪刚到手时完全没有这问题，不知道为何后来就盖不上去了。试过上油，但没有效果。目前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打磨扣点，打磨之后其实还是会遇到盖不上的问题，但这种情况只要稍加用力就能盖进去，因此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第17个问题，各式零件生锈，这算是我最纳闷的疑问。在这把枪身上，除了黑色底色或者塑胶制品，其余部位例如枪托环、防尘盖或防火帽等等配件都有机会在3周之内生锈。生锈问题在网络上其实找不太到讨论，因此我一开始购买时完全没预料到。透过 WE 的 FB 只得到半嘲讽般的回应，表示铁本来就会生锈，特别是台湾这么潮湿。各位要记得，如果你确定要买这把枪的时候，请务必在短时间内检查这些零件，并将零件上油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进行防锈作业，以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。在看到这么多问题之后，你还有购买这把枪的动力吗？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打退堂鼓，而且我是一口气遇上这些问题，完全是中枪王啊！就我个人来看 ，WE 的枪品质真的很差，而且这把不算便宜，并没有当做免洗枪来玩的本钱。但既然已经买下来，又想要成为枪匠，日后会将这把枪给调好。上述提到的问题，后续只要解决方案，就会拍成影片来和各位分享，所以不用愁遇到同样的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。开箱至此，对于这把枪虽然是废评不断，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它的。毕竟回到最初，就是因为喜欢它才会买。它在设计时拥有不错的后坐力反应，准确度则是需要强化一下才行。枪口或退壳口的瓦斯喷烟状况倒不是这么明显，所以我觉得在原厂情况下，它的气化还算是不错的。但是它在扣住连射时，射速总会变慢，也算得上是一个问题了。虽然我并没有把它列在问题之中。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，我想就是瓦斯耗量很大了吧。以上就是 WE-M4RS GBB 瓦斯气枪的开箱和评测，希望这部影片可以作为各位的购枪方向。同时 ，WE 厂商请好好正视自己的产品问题，一一修正除了材质之外所有不应该出现的错误。好了，那别忘了在看完这部影片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，或是提供你对于影片中所遭遇的问题的解决方法。当然，能够分享出你自己的生存经验也很好。只要你们有什么想法，统统提出来。如果你觉得超喜欢我制作的内容，欢迎把 YouTube 的订阅按钮点下去，旁边的铃铛也把它点亮起来。
想要追踪更多文字与图片内容的话，欢迎在影片说明中找到我的粉丝专页，用力给它赞下去。我随时欢迎各位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。那么就期待可以在下一部影片看见你喽！我是 Noga。